好，我们是上海国药工会的代表，要送一批药品和绷带到前面的真入饭庄指挥部。前面的桥炸断了，过不去了。人过得去吗？我们把药背过去。也过不去了。兵器来了！快！ 你醒了，王医生，病人醒了。好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医生，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啊，你呀，被炸弹震晕过去了，身体受了些轻微伤，脑部有些震荡伤，但问题不大，回家休养几日，应该可以痊愈的。 医生，文先生呢？你问的是你那位同伴？他的伤啊，比你严重多了。喝点水。人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是账房老周家的人，他们香山路的家刚刚被炸了，没地儿去，只能到咱们这儿。哦，赶快给安排到后院。 给孩子拿点吃的。好，谢谢。你刚才说哪儿炸了？香山路啊。跟我来。走，香山路。二娘，二娘。 二娘，二娘，二娘，你别闯我先！这是二妞的鞋，是二妞的鞋。二妞没走，她一定在这块儿，她一定在这块儿。二妞，二妞，二妞！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去叫人呐！叫救护车！二妞，二妞，你在吗？你回个声啊！ 他伤到了头部，一般来说，头部手术以后，越早苏醒越好。如果超过7天没有苏醒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我还活着，活着。 活着，放心，大哥在，你就不会有事。
医生，这已经是第6天了，但是却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啊。只有继续等。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，该灌的药都已经灌了，剩下的只能靠老天爷了。那将军坠马之后啊，昏迷不醒了7天7夜，御医都换了3个，还是不能醒转。将军他娘想啊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就将你太爷爷请去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太爷爷就用了2颗万灵丹，1颗内服，1颗外敷，不到1个时辰，那将军就悠悠的醒转了。这就是咱们楚家的万灵丹，有100多道工序，少1道都不行。来，闻闻。这就是万灵丹的味道，啊！出来聊2句吧。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。你看这方子得活用，同样的病症，但是年龄有别，男女有别，季节有别，
地域有别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爷爷。哎。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。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，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。志强，万灵丹呢？是化瘀止血，活血止痛，解毒消肿，镇静开窍的神物。我按照爷爷的教导，把方子做了微调，我也按照你说的尽数依据，改进了制作的工艺。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，为什么你还不醒来？你醒来吧，好吗？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，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。温志强，你不是说你想把文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一的大药房吗？你要再这样躺着，别说第一了，连倒数第一你都做不成，甚至连文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。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。这么多风雨，咱们俩都走过来了。大丈夫有仇必报，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。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，你快起来，咱们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。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。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，好吧？
温之秋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愚钝了，直到看着你，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，我才知道生命不能没有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就算是你为了我。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这就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就嫁给你。让我歇会儿吧。不行啊，医生说了，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。累了。你再坚持一下。唉，我不想坚持了。你要是不想坚持，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。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？嗯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啊？这手术是不是做的不成功啊？什么你嫁给我呀？是你娶我，我嫁给你。你求了吗？我求了，你也答应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？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？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，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。我要考虑一下。蹬鼻子上脸。我给你时间啊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赶紧给我康复。台阶。国事艰难，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，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。我是伴娘，也就是春江花月没了。要不然啊，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。终于还是忘了夏初。我觉得，韶华重新开始了，夏初知道了，肯定会为他高兴的。现在唯一记得夏初的，只有我了。时间真是快啊，这一晃眼，5年都过去了，韶华也该重新开始。终于还是跟文之秋在一块儿了。我听说文之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，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。万灵丹，真这么灵验？当然了，
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。那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，您二位算是来对了。我们老板呀，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，那手艺顶呱呱，一定包您满意。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？至少3个月。哟，这么久啊？哎，主要是等面料，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。您二位也是赶巧了，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，这通航啊刚刚恢复，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？现成的，哎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哎，还真就有一套。之前有位客人呢，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。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不如先试试这套。试试吧。哎，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楚小姐，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楚小姐，哎，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？试一下吧，还没有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。是您呐？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这是您的店吗？哦，对对，这个现在是我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您都当老板了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一盘小生意。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，我后来也听说了。您先生？啊，是。看到你有现在的新生活，真的为你高兴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。您先生，我好像之前也见过。是吗？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夏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，请过目。好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买点什么？我朋友。啊，好，那我去倒2杯茶。谢谢。你到底是谁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合适。穆子如接令，前往共党据点执行清党任务，意外发现共党首要分子夏初之行踪，当机立断予以击毙。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，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，是他自己跑过去的。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
因病情凶险，无法亲身前来取药，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、梨草、防风、当归交予来人。楚经理好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？哦，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。这5、6年每月亲自来，你可真孝顺呢。文老板，小铃铛，啊不，林处长，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？其他都还好，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啊，断不了根儿。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丸，能痛得清些。行，我再拿2瓶给你啊。还是老药方。这2个带回去。谢谢文老板。喂，二妞，是我。哎呦，韶华，我都找你半天了。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？我想问你件事儿。啊，你说。你还记得小铃铛吗？他妈妈到底是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哦，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。你确定？哎，我当然确定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。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，哭得可伤心了。明白了。哎，小吴。哎，楚经理。你刚才说林处长5、6年前就给他妈妈来买补脑丸。是啊。那么久了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5年前有天一大早，我们刚开门他就赶来了，说他娘头疼得快死了，要赶紧买点药回去给他娘救急。那不是民国16年吗？还是哪天呀？不是4月12，就是4月13，就是上海到处杀人那几天。知道。哎，你在啊？怎么了？嗯？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。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啊？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。真相就是穆子柔杀死他，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。5年前，把正在试装的夏初叫走的人是你。你到底跟夏初说了什么？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，就匆匆离去。谁跟你说这些的？这5年以来，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？你究竟想隐藏什么？还是在顾虑什么？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，这上面是你的笔记，对吧？
夏初身上为什么会有你的字条？你让他去取药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穆子如亲口告诉我，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，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，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。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，对吗？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医病关系。如果没有内应，我们杀不了穆子如。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，对吧？你不说，我也猜到，因为他也是穆子如之死的受益者。夏初的死，小铃铛也有份儿，对吧？太会编故事了。编故事？那你告诉我，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，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，小铃铛就突然出现在那里。他干嘛去了？来找我买药。买药？给谁买药？给他妈买药。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我来替你说。他是想去告诉你，他要去康宁诊所抓共产党，对吧？那之后，你就去了养福店，你去找夏初，让他去给你取药。夏初就去了，他去了康宁诊所，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，然后夏初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，而你安然无恙。5年之后，跟你结婚。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对吧？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？是事实。
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反正我跟文之秋之间是再无可能。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去找他。别去了，二娘。有些事儿是你想象不到的，我以后会告诉你。好。哎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不就是与人不淑吗？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命？不，不会是。文老板，楚小姐刚刚派人送来一封信，还有一串钥匙。放着吧。好。文老板，公司有传言说楚小姐会辞职，还会离开公司。您和楚小姐要不要和大家澄清一下？不用。那您和楚小姐的婚礼取消了。啊？这通知大家吧。文老板，我和我老婆也经常吵架，一般过几天就……行了，去忙吧。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，所以决定不结婚了。但具体什么事儿，他坚决不说。他都没跟你说呀。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。不说也正常吧。可能是文之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，他不好开口呢。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。你包是定制的吗？是的。你们男人啊，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都靠不住。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。好的。我也靠不住。现在倒是可以考一考，但是未来，我也说不好。项链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美了。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。不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些我都不要，一样都不要。一样都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收我做徒弟，教我做生意。学做生意多累啊！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直接跟我说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那是你现在喜欢我，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，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，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，多攒点钱。与其攒钱，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。哎呀，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！你要是多教我一点，会更有趣。好，
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，在生意场上，除了你自己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一切都可以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。秋葵，姐，姐，姐，长高了，也长大了。姐，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，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，这是我的专利证书。姐，我没辜负你，就等你了。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，但因为经营不善呢，3年前就倒闭了。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，厂房结构可以不动，但是分区、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。那肯定的。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、整理车间、切药车间、炮制车间、检验车间，还有包装车间。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。那整个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？就比着这个规模。对，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。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，而且要最新式的。此外，还需要蒸馏机、烘药膏机、研药粉机、做药丸机2副，还需要蒸汽炼药炉、炼药鼎、折药机，还有电子设备，至少需要60万大洋。这么多啊！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、药剂师、工程师以及职员，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。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，如果把房子卖了，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。没问题，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。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。如果换到从前，只要给我几10大洋，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。可是现在不行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，而且利息还极高。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，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/3。不，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。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姐，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？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，怎么也得有100多万大洋了。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，他有优先回购权。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，必须要跟他去谈。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。姐，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为什么4年之后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再提？不说这些事儿，啊？我得说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。你们一起创业，一起奋斗，一起出生入死。你们之间的交情，不仅是祸福相依，更是肝胆相照，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。所以，就算有天大的事情，也是可以商量的呀。陈辉，你相信我，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，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。好吧，那这药厂，咱们还建吗？
关于温氏大药房的股份，你替我去谈。好。时间过真快啊，回来都好吗？还好。他过得好吗？不太好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？好吧。对了，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。60万大洋？你至少溢价了50%。有这么多吗？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，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。要这么理解也行。好，那我去准备合同了。那陈慧，还有一个条件，针对你的。你说。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？住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卖呀？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？还差点钱，谢谢。差多少？我给你。我可不能要你的钱。为什么呀？就你那经济，我还不知道。春江花月被炸，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？就你那点钱，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好吧。对了，你跟夏元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。仅仅是助理兼秘书？那当然不只是。他有家室。哎，男人嘛，有个3妻4妾，很正常的。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。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，就看不起我吗？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？值不值得，我心里有数。二妞，我觉得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我一定能得到。钱？可之前你说，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。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，我才更要跟夏元在一起。我要跟他学习怎么做生意。哎，你学做生意，你跟着我不就得了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都要拜师了，我当然得拜个大的。夏元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，拜你不如拜他。可我要提醒你啊，夏元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，我怕他给你带歪了。巧了，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。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，他还能把我带得歪到哪儿去？二妞，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，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？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。哎，我带你去见个人吧。谁呀？让下。听说他被一个拆白党骗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后来又因为手脚不干净，被田大少给辞了。之后自己又做了一点小生意，又亏光了。谢谢。小宝，娘有钱了。
娘送你出国上学，好不好？小周，挣钱了，咱们买点猪头肉，献个肘子。大家好，你们好，韶华，白小姐，我代表首元药妆菊景堂董事长夏元先生，向池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。我太高兴了，祝贺你，你终于梦想成真了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楚小姐。 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、新厂开工，并祝生意兴隆、财源滚滚。小轩，谢谢你啊。不过这花篮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来，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，和你们老板呢，也已经割席分居了，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，也不需要他的祝福，还是要辛苦你了。 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，谢谢。楚小姐，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。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，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。是啊，对呀。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，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，肯定也渴了，先进去喝杯茶。好，谢谢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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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花篮都退回去了，是不是太绝情了？我和他已经无戏了。 我来绝情一瞬，谢谢各位。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，是科学提炼、改良国药。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，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。来，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——中药浓缩丸万灵丹。 机械提纯萃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了，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。来，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。这个设备呢，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。哎，这些得不少钱吧？底座上呢设置了加工板和气缸，连设备带厂房。 一共72万大洋，如果加上池春堂呢，80万左右。你也太阔了吧！本来是不够的，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，还有我那个房子，本来只值4万大洋，但竟然卖到了8万，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。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。嗯。 啊，难怪。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，包括静安4路、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，只留了一家总店。业内还奇怪呢，这回对上了，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。全卖了。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，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。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？ 但他又在香港、汕头，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。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、永定、上杭、汀州，这不傻了吗？
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，药效更胜从前了。这楚少华哪来的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？是文之秋，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。我就知道，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少华念有旧情啊。他送去的花篮，少华都给他退回去了。这倒是楚少华办的事儿。所以看来啊，楚少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。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？这次文之秋废了。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3。就因为他跟楚少华这段恋情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，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。哼！所以我告诉你，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。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。我记住了。嗯。是我下个月准备推出的新药。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。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，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试试，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，都要做到孤注一掷，不留退路。徒儿受教啦。而且我提醒你，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。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？对呀。不行。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。怎么了？你怕你打不过楚少华？不是，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。看看你，我刚教的你，不能感情用事，你又把2件事混为一谈了。但这人是韶华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一旦遇到利益冲突，就算你留情面，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。韶华不会的。不会？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，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，啊？所以，生意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，在这一点上，你要好好跟楚少华学学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，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，包括感情。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，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。如果换个人还好，真的是韶华的话，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。别怕，亲爱的，你想想，你背后是谁？是你，是守元药庄，是菊锦堂。对呀。所以，亲爱的，放手去拼啊！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好。
我干。小白，小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参军了吗？这么快就能回来？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人，可长官把我们派到江西剿共。中国人打中国人，这事我可不干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上楼，上楼说。快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进来吧。我这鞋太脏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去给你找身干净的衣服。你洗个澡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又找了个男人，很有钱吧？这人你认识，夏园。夏园儿，我也没想到啊。小白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也是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？你有选择的呀！你明明可以靠自己赚钱，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？我靠男人怎么了？靠男人也是我自己的本事啊！那你真让人瞧不起。我无所谓。小白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因为我天性淫荡，我骨子里就是个贱货。是我就是靠男人了，怎么了？你凭什么嫌弃我、指责我呀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的饭馆被炸毁了，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奄奄一息，我快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为国效力。那日本人怎么还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呀？你作为军人保护不了国家，作为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爱的女人，你还嫌弃我，我还看不起你呢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。什么？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玉舒丸，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。我们测试过了，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，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。就这玩意儿，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。说说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定价比我们低，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优厚。如果就这2样，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。但可恶的是，他们还重金相诱，跟许多药铺签订了排他协议，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。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？他们就没打算挣钱，一心只想干死我们。据说，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园，是什么白小姐。来杯咖啡。
白小姐，楚老板，那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？你的玉书丸最近是都很猛啊。听说了。你行啊，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。谢谢。那倒真没有啊。这是我入职菊景堂以来交出的第1份成绩单，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。是夏园让你这么做的，也是我自己的意思。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？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，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感情是感情，生意是生意。这也是夏园教的。